既然舍不得走，那就跟着这间破屋子一起化成灰吧！给我平了它！巨大的钢制铲斗对准我的胸口砸来，空气被挤压的发出哀鸣。时间仿佛凝固了。半小时前，我站在江城南郊苏家旧武馆的演武场，手里攥着父亲留下的旧拳套。穿越到这个高武世界已经3年了，这里强者是乐园，弱者是地狱。我每天凌晨4点起床挥拳数万次，省下生活费买最次的药渣。可天赋像一道天堑，检测仪跳出红色数字，气血值 0.8，5科高考及格线是6点。0.8意味着我连门槛都没摸到，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废柴。大地颤抖起来，武馆外传来柴油引擎的咆哮。我走出大门，眼神一锁，一整排黑色越野车像嗜血的秃鹫。正中央是一台3米高的重型装甲推土机，推土机顶端坐着一个青年，赵氏集团的2世祖赵强。苏雨，别在那儿凹造型了，这块地赵公也看上了，现在卷铺铺滚蛋还能留条命。我死死攥着拳套，声音沙哑。这武馆是我爸留下的最后一点东西，你们赵家未免太霸道了！没钱没实力的尊严连垃圾都不如，指望你那 0.8的气血开馆受教吗？500块龙币拿去买点合成肉补补，省得拆房子的余波把你震碎了。打手们发出一阵哄笑，我看着那张支票，指甲陷入掌心，鲜血滴落在泥土里。我从未像此刻这样渴望力量。就在我弯腰捡起支票时，一道冰冷的机械音在我脑海中炸裂：氪金修炼系统已激活，1元钱等于1年绝对完美修为，检测到500元龙币是否充值。我的心跳停滞了。1块钱买1年修为，还必须是绝对完美状态。只要钱够，我就能无限变强。赵强见我在原地发愣，脸色变得阴鸷起来。既然给脸不要脸，我平了他！钢制铲斗对准我的胸口砸来，我在心中疯狂咆哮：系统充值500块，目标基础横练功法铁布衫。充值确认，正在模拟500年绝对完美修炼。外界时间仿佛静止，我体内翻开了5个世纪的史诗，周身穴窍共鸣，乌金神华自生。我脚下的青砖瞬间爆裂，方圆3米地面塌陷数寸，钢制铲斗狠狠撞在我胸口。预想中的血肉飞剑没有出现，当赵强被震飞，摔在泥地里。这不可能，不可能！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我静静站在原地，衣服破碎了胸膛，却连红印都没有。气力不错，但比起我500年的努力，还是差了点意思。赵强尖叫着连滚带爬。被我打死这个怪物！打手们掏出高压气脉枪，蓝色脉冲子弹如雨点般落在我身上，却只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连我一根汗毛都没伤到。赵强，你刚才说要平了我家武馆，我是开玩笑的。双臂猛地发力，500年蛮力爆发，重达数吨的推土机被我单手拎起，像扔垃圾一样掀翻在地，尘土飞扬，全场死寂。我从废铁里扯出半死不活的赵强，搜出一张纯金色的银行卡。这张卡里有多少钱？10万。我满意的收起卡。顺便把500块支票也塞进兜里。这500块买下了我的修为，这10万块算你撞坏我衣服的利息。回去告诉赵泽，让他多准备点钱。像我这么努力的人，修炼起来很贵。我没有理会瘫在泥地里的赵强，转过身走向摇摇欲坠的武馆。我反手关上咯吱作响的大门。我握着那张10万块的金卡，看到的是10万年的漫长修行。江城的武道格局已经悄然偏转。我盘膝坐在演武场中央，这里曾是我父亲挥汗如雨的地方。我掏出金卡，眼神跳动着野心。系统充值，10万龙币瞬间归零。气血虚浮，建议将资源投入基础导引术。这本平民功法在所有人眼里不过是强身健体的广播体操，但在我这里1块钱等于1年完美补修。全部投入基础导引术充值。
现实时间被死死按住，我意识深处展开了10万年的史诗苦修，肺部进化如龙之脏器，第1万载气血关爱如薄纸般撕裂，10万年的绝对呼吸让我的肉身基因发生降维打击。完成10万年苦修，功法进化为诸天雷音导引术，当前气血值35.0。我猛地睁开眼，吐出一口长气，白烟凝成剑矢，射穿木人桩。这哪里是高3学生，分明是一头披着人皮的深海巨兽。江城教育局监控中心警报炸响，他们捕捉到了终极武者的气血峰值。我低头看着自己被气血震成布条的校服，气血长太猛，掌控力跟不上。我随手挥出一拳，空气被打爆。500年铁布衫给了我最强防御，10万年导引术给了我最强动力，但我缺一种发力的方式。我走到武馆深处，翻出父亲留下的铁盒，里面是一本招牌武技9重镜，每修成1重力量翻倍。普通武者练到第3重就会经脉崩碎，但我最不担心的就是经脉。我摸出身上仅剩的80块零钱，在这个世界连顿像样的饭都买不起，但在我这里这就是80年的苦修，充值80块，目标9重镜。我在意识空间经历80年极限压榨，经脉在蹂躏与愈合中变得坚如金刚。我彻底掌握了前3重劲力，随时能爆发出3倍于35.0气血的猛烈攻击。武馆外传来刺耳的刹车声，3辆城防装甲车封死了大门，特派暗察员带着荷枪实弹的城防军。屋里的人听着，立刻抱头走出！我打开那扇破旧的木门，走出来的是一个穿着破碎校服的高中生。我看着黑漆漆的枪口，无辜的举起手，眼神里透着数万年苦修后的沧桑。别紧，长官，我只是练功的时候稍微大了一点声。暗察员低头看清探测仪上的35点，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一个气血0.8的高3学生，半小时内暴涨了30多倍。我没有解释，只是平静地看向赵家豪宅。这点修为还远远不够，我需要更多的金钱，更多的修为。江城的暗礁已经开始涌动，我这头人形暴龙才刚刚亮出第一根獠牙。江城3中校门口，我站在熙攘的人群中，身上是洗得发白的旧运动服。即便我极力收敛气血，还是让周围3米内的学生感到莫名压抑。哟，这不是我们的文科状元苏雨啊？苏同学，听说有个疯子拆了我们家的推土机，你家就在那附近，没被吓破胆吧？昨晚是有几条疯狗在乱吠，不过现在都变成废铁了。赵公子，不如关心一下待会儿的测试。哼，苏雨，你说你这是何苦呢？非要在这儿丢人现眼。苏雨，那是最新型的重压感应柱，能承受1000点气血的爆发。你的档案上气血可是0.8。今天你能过及格线，那100万的买断协议我加5成。100万，赵公子，现在的我胃口比你想象的大得多。班主任李建国拿着名册喊道：“下一组，苏雨、赵泽。”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带着一丝不屑，在他看来，我昨晚的行为只是旁门左道。赵泽率先走上前，深吸一口气，体内气血疯狂运转，体表浮现出淡红色光晕，右腿如钢鞭砸在感应区。江城3中5科测评，力量系高级。苏雨，到你了，5科测试，哪怕你只有1点，我也算你有进步。我缓缓走到测试柱前，心中飞速计算如何低调。我气血值高达35.0，是终极武者巅峰，全力爆发，这根柱子会变成麻花。我需要低调的拿到武考资格，然后割赵家更多的肉。既然要及格，那就稍微意思一下吧。我微微屏住呼吸，试图压制体内如怒潮般狂暴的功法，但500年的横练功力让每一寸细胞充满本能。我伸出一根手指，想随意的在感应板上轻轻一点，就在指尖触碰到感应板的刹那，轰！一声闷雷般的巨响传遍操场，我脚下的水泥地面瞬间崩碎，形成一个直径1米的蛛网状深坑。那是肉身密度太高，地面无法承受反作用力。紧接着那根钨钢测试柱，屏幕数值从0跳到99.9，再变成999.9，最后咔嚓一声，裂纹从底座向上蔓延，屏幕闪烁几下红光，彻底黑了下去，全场死寂死一般的寂静。李建国手中的名册掉在泥地里，赵泽的笑容僵在了脸上。这怎么回事？系统故障！苏雨，你刚才做了什么？
我有些无辜的收回手指，我已经收了99%的力量，但这具经过10万年呼吸淬炼的身体，哪怕只是指尖的一丝余震，也足以让民用检测器直接宕机。那个老师，我就随便碰了一下，这柱子的质量好像不太及沟啊，要不算我及格了？你管这叫及格？那是能承受30吨冲击力的感染器，你肯定带了违禁的电磁干扰装置。你作弊！我转过头，没有理会他的狂吠，我走向另一处备用的力道测试机，那是一个高密度橡胶合成的受力把。既然赵同学觉得我是作弊，那我就换个方式。心中默默运转80块钱换来的9铜镜，我没有出拳，仅仅是肩膀微微一晃，靠着肉身的纯粹撞击，轻轻撞在了受力把上。咚，没有巨响，只有一声沉闷的气泡。在众人窒息的注视下，那个高密度橡胶把被我轻飘飘的一撞，直接从底座上震飞了出去，在空中划过30多米，撞穿了后方的学校围墙，化作一地碎屑。我回过头看着满脸惨白的赵泽，赵同学，现在呢，还是干扰装置吗？赵泽后退2步，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他感受到了让他灵魂站立的肉身威压，这股气息比他老爹还要狂暴，还要古老。李建国抹了把冷汗，在名册上颤巍巍写下2个字：报表。他知道江城3中的历史要改写了。0.8道震碎检测组。这怎么可能？这是神迹！苏雨同学，今天的末底考你已经提前结束了，你的成绩我会如实上报。关于那100万的协议，赵家需要重新考虑。我笑了笑，走向学校大门。今天这一闹，赵家绝不会善罢甘休，但我不在乎，相反，我很期待。每一个想要取我性命的敌人，在我眼里都是行走的修为礼包。名气出现折合虚拟充值5000元，可原来装逼也能搞钱。我的眼神变得更加明亮。赵泽，希望你别让我等太久。我的9重镜还等着后续6重的充值金呢。夕阳拉长了我少年的影子，在众人敬畏如神灵般的目光中，我步履平稳地走出了校门。操场的阴暗角落里，一名戴墨镜的黑衣人放下长焦相机，对着耳麦低声说：“目标实力严重误判，申请启动残狼计划。这单生意100万不够，得加钱。”回到武馆，我没有浪费1秒钟，5000块的震惊值也足够换5000年练习。系统充值5000元，目标身法顺步，模拟5000年绝对完美修炼，顺步进化为雷闪，瞬息之间残影自生。我的身影在武馆内微微一闪，凭空消失，再次出现已在10米外。原地的残影过了整整3秒才散去，这种速度应该能给那位残狼一个惊喜。我坐在武馆破旧的招牌下，把玩着那枚500元的支票，像等待猎物上门的猎人。赵家残狼杀手，通通都是让我登顶武道巅峰的养料。武馆外传来细微的脚步声，极轻，仿佛落叶归根，却带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我眼眸微垂，嘴角勾起和善的弧度。来了吗？我没有起身，只是伸出一根手指叩击桌面。赵家的效率还真是高啊！不知道这位价值100万的残狼能买下我多少年的寿命。夜色降临，真正的狩猎才刚刚开始。江城的夜色如黑色幕布覆盖了废墟，武馆周围的路灯早已坏了大半。我静静坐在武馆中央，面前摆着一壶凉透的劣质茶水。我没有开灯，但500年铁布衫淬炼的视网膜在黑暗中如同红外夜视，我能清晰看到横梁上爬行的蜘蛛，体内气血由于刚修成雷闪，正处于极为活跃的跃动状态。我在等。既然来了，就别在外面喂蚊子了。赵家出了多少钱，让你们连命都不要了？我抿了一口凉茶，声音精准穿透砖墙，在寂静的夜空下激起回音。空气死寂了3秒，一声轻微的嗤笑从窗棂缝隙飘了进来。有点意思，江城3中的废物苏雨，竟然能发现我的暗影部。看来赵泽那个草包的情报错得离谱。话音落下，一道瘦削的身影从阴影中剥离出来。暗灰色紧身作战服，脸上横贯刀疤，双眼闪烁着忧虑的冷芒。职业杀手残狼，他身后还跟着2个气息阴沉的男子，身上浓烈的血腥味骗不了人，显然是游走在生死边缘的狠角色。赵家主说你可能觉醒了变异体质，但在我面前，没成长起来的天才，只是一具会呼吸的尸体。残狼是吧？职业杀手应该挺有钱的。我这人手头紧。你这一身装备加上赵家的定金，应该能换不少修为。残狼身后的壮汉暴喝一声，脚掌蹬地，身形如炮弹激射而出，重剑卷起腥风，对我脑袋狠狠劈下。我动都没动，连手都没抬。当震耳欲聋的金属撞击声回荡，
重剑劈在我肩膀上。想象中的血肉横飞没有出现，壮汉只觉得一股排山倒海的反震力传来，他的合金重剑崩开了一个巨大缺口，我肩膀上的衣服碎了，露出的乌金皮肤连一道白痕都没留下。这是金刚不坏，壮汉惊恐尖叫，回答正确但没讲。我冷笑一声，右手如闪电探出，五指扣住他的脖颈，九重镜第一重暗劲爆发，手指如液压钳瞬间合拢，咔嚓，骨裂声清晰可闻。那名壮汉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被我像扔垃圾一样甩到墙角，生死不知。该死，一起上！残狼的瞳孔缩成针尖大小，他意识到踢到了加厚版的合金钢板，残狼的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那是他的成名绝技残影袭杀。另一名杀手从侧翼射出一连串高爆飞针，太慢了。我嘴角勾起肌肉，雷闪发动，我的身形微微一晃，在残狼的视线中凭空消失，一阵雷鸣般的破空声在他耳边炸响。你在看哪儿？残狼惊骇欲绝，反手一记回旋刺，幽蓝匕首直取我的咽喉。就在匕首即将触碰我皮肤的刹那，我的身体再次模糊。整整3道残影在大厅内交错，这是5000年雷闪的恐怖威力。在这方狭小的空间里，我就是掌控空间的神。咚咚，2声沉闷的撞击接连响起，侧翼的杀手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就被我一个膝撞顶碎了胸甲，整个人倒飞出去，撞烂2根木桩被废墟掩埋。而残狼此时被我一只手死死按在地上，我的力量大得惊人，每一寸肌肉都沉重如山，让身为初级武者巅峰的残狼生不出一丝反抗。别杀我！我是受雇于赵家的，我有钱，我把所有积蓄都给你。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把卡交出来，顺便告诉我赵家出了多少钱。一共180万，是我的全部家底。赵家定金50万，事成之后还有200万。180万加上之前的余额，这是一笔从天而降的巨款。我接过卡确认金额，脸上的笑容愈发和善。残狼啊，原本我想送你上路，但既然你这么有诚意，我决定给你机会，回去告诉赵家主，就说你任务失败，苏雨重伤濒死，被一个神秘高手救走了，让他们再加派人手，尤其是那些有钱的护院和供奉。我这人好客。残狼愣住了，他没想到我想放虎归山，甚至再把赵家当成刷钱的副本。听明白了吗？我的手指微微用力陷进他的脖颈。明白明白，我一定照办。残狼忙不迭地磕头，滚吧，动作快点，否则我可能会改变主意。残狼哪里敢停留，顾不上同伴的死活，化作一道灰烟消失在夜色中。我拍了拍手，看着3张黑色卡片，眼神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系统充值180万，充值成功，当前余额180万，检测到9重镜仅修至前3重，是否消耗100万充值后续4至6重，充值另外80万全部投入雷闪。我要让这门身法产生质变。我的声音在空旷的武馆中回荡，那种让时间停滞的灌顶感再次降临。在系统的模拟空间中，第1000年我练习9重镜的中3点，发力技巧从大肌肉群转向筋膜震颤，每一拳挥出都产生连续5重气泡。第2000年骨髓在发力时产生奇妙嗡鸣，经脉拓宽到不可思议的程度，6重暗劲如浪潮重叠，威力翻升6倍。第5000年在雷闪的极致速度加持下，身法与攻击开始融合。武馆内一股令人战栗的威压冲天而起，地面寸寸崩裂，化作齑粉。当我再次睁开眼，眼中金光几乎凝成实质。我随手一挥，轰！前方10米处的青砖墙壁被一股透明劲风轰出直径2米的圆洞，空气中残留着暗劲交叠的轰鸣。6倍爆发现在的我，若是再对上那个残狼，恐怕仅仅是拳风就能让他粉碎。我握了握拳头，感受着体内如核反应堆般的力量。赵家雇佣杀手是为了断绝我的武道之路，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种行为在我眼里就是跨时空的送温暖。赵泽赵家主，我走到武馆门口，看着市中心灯火璀璨的赵氏大厦。模拟考震碎仪器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武考，我会让你们知道绝望。希望你们的家底真的够厚。此时赵家大厅内，赵家主正焦急等待残狼的消息。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位威名赫赫的杀手正带着一个足以毁灭赵家的谎言拼命狂奔回来，而我已经再次闭上眼。在系统辅助下，利用剩余的修为年份，开始打磨足以让神明都侧息的技巧。午夜的江城雨水毫无征兆的倾盆而下，冲刷出浓郁的铁锈与泥土味。我站在武馆2楼的露台上，手里捏着残狼留下的3张黑色储值卡。180万在普通家庭眼中是一辈子难以企及的财富，但对于刚刚领略过万年修行门槛的我来说，这仅仅是塞牙缝的定金。系统，如果我要冲击9重镜的最后3重，并把雷闪推演到极致，还需要多少？检测到9重镜后期每重需模拟3000年，预计缺口资金500万龙币。检测到肉身进化度已达瓶颈，建议购买高阶气血补剂，缺口资金300万、800万、
我嘴角露出一抹疯狂的弧度，在旁人看来这是天文数字，但在我这个拥有绝对提现能力的挂逼眼里，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钱，缺的是换钱的借口。我掏出手机，点开一个叫武者贷的 app， 这是大夏国针对有潜力的武道学子开放的金融平台，额度直接挂钩气血值。3个小时前我在学校震碎测试仪的消息虽然被封存，但我的档案数值在教育局内部系统已经悄然更新。当我输入身份证号，后台自动抓取到那令人窒息的 35.0 气血值。app 界面出现了长达5秒的卡顿，检测到您的资质为乾隆级，额度已实时调整，当前授信总额度1200万龙币。由于您是本市首位达到此评分的高3学生，利息减免 50%实时到账，全部提现。我没有丝毫犹豫，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所谓的负债只对弱者有效，只要我能一直强下去，强到足以制定规则，这些债务就是最可笑的纸面数字。短短10分钟，我的个人账户余额疯狂跳动，最终定格在一个让我前世想都不敢想的数字上。充值全部充值，正在为您模拟绝对完美修炼环境。第1000年我在雷雨中狂奔，每一寸肌肉都在适应雷闪的极致爆发。第3000年我开始尝试将9重境第9重与肉身融合，拥有500年铁布衫底蕴，经脉在碎裂与重组中不断进化。第9000年9重重叠，我一拳挥出空气压缩产生的冲击波足以洞穿1000米钢板，身法已达无影之境，100米距离瞬息而至，武馆内的空气仿佛被瞬间抽干。我周身弥漫着暗金色的流光，每一口呼吸都伴随着雷鸣般的闷响，那是气血旺盛到极致，开始与天地灵气产生共鸣的征兆。武馆外的大雨中，几辆漆黑的越野车破水而来。赵家主在接到残狼苏雨重伤濒死的密报后，终究还是坐不住了，他派出了赵家的中坚力量黑虎卫，这是赵家耗费巨资培养的私人武装，带头的是2名气血值超过 15.0 的初级武者，身后跟着20名全副武装的精锐。残狼那个废物拿了钱办不好事，还得我们来收尾。一名光头大汉跳下车，赵爷说了，不管苏雨死没死，今晚这间武馆必须夷为平地，把这小子的尸体挖出来，挂在城南大桥上，让所有人都看看得罪赵家的下场。随着光头大汉一声令下，2名黑虎卫操控小型爆破装置，直接炸开了武馆早已破损的大门。轰！火光冲天，木屑飞溅。当烟尘散去，光头大汉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原本应该躺在废墟里等死的我，此时竟端坐在大厅中央的旧木椅上。我那一身破碎的校服已经被换掉，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简单的黑色运动衫。双眸在黑暗中闪烁着让人胆寒的冷芒。你们赵家的效率真的让我很失望。我缓缓站起身，每走一步，脚下的特种地砖都发出哀鸣。你不是重伤了吗？光头大汉惊恐后退，液压钼剧烈颤抖。残狼明明说他骗了你们，不过也没关系，因为他很快就会去下面陪你们继续骗。我的身影在那一瞬间变得模糊，雷闪瞬杀，甚至没人看清我是如何移动的，空气中只留下了一道扭曲的电光。叉叉！光头大汉连防守姿势都没摆出来，他手中那柄号称能剪断坦克履带的液压钼，在我随手一拍之下像面条一样扭曲崩碎。紧接着我一记重拳毫无花哨地轰在他胸口，9重境第9重爆发。咚！这不是撞击声，而是大口径舰炮近距离开火的轰鸣。光头大汉200斤的身躯，在9倍爆发力的作用下，没有向后倒飞的过程，而是在空中直接化作一团弥散的血雾和破碎的作战服。那是力量大到超越物理极限后，直接将物质从微观层面震碎的表现。全场死寂，大雨依旧在下，但那20名精锐黑虎卫感觉浑身的血液都被冻结了。怪物啊！不知谁喊了一句，剩下的黑虎卫疯狂扣动气脉枪的扳机，密集的蓝色流光像雨点般覆盖我。然而我根本不懂，我顶着漫天的弹幕一步一步走入人群，那些足以洞穿钢板的子弹打在我身上，迸发出点点火花，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500年铁布衫，你们觉得凭这些玩具就能伤我？我随手一挥，劲风如刀，所过之处那些精锐打手如同麦草一般成片倒下。在极致的速度和绝对的力量面前，人数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不到3分钟，武馆门前的废墟上，除了我再无一个站立的人影。我站在雨中，任凭雨水冲刷掉拳头上的血迹。我走到那名唯一还剩口气的领头武者面前，从他怀里搜出一叠厚厚的房产证和数张大额现金本票，这些东西我就当做你们赵家提前支付的丧葬费。我冷冷扫了一眼远方繁华的中心城区，今晚这一战瞒不住了。果然，江城武道协会的论坛上彻底炸开了锅，一条名为南郊废墟惊现人形暴龙的视频被匿名上传，画面模糊且充斥着雨水的杂音，但单手震碎液压钼，肉身硬抗气脉枪的画面，让所有熬夜的武者三观崩塌。这是高3学生，这特么是中级武者起步吧？他在雨中留下了残影，那是高阶身法雷闪。江城要出笼了。此时，在赵家豪华的庄园内，废物，通通是废物！去给我联系京都那边，既然国内的规则杀不了他，那就让影的人过来，不惜一切代价，在高考开始前，我要让他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然而赵家主并不知道，此时我已经回到武馆密室。我看着账户里再次多出的500万截获资金，以及那张金灿灿的房产证，眼神中没有丝毫波澜。还是太慢了，
我盘膝坐下，系统面板再次浮现。系统利用这500万，帮我强行推演9重境后的竞技篇章。我要在高考开始前肉身成圣，检测到竞技篇章推演风险极大，需消耗8000年寿命模拟是否开始。开始，我闭上眼，气息在这一刻彻底消失，仿佛与整座江城融为一体。风雨欲来风满楼，全江城都在等待我这头暴龙在高考那天破壳而出，而我在黑暗中打磨着足以撕碎一切秩序的利爪。江城万豪大酒店金碧辉煌的顶层拍卖厅，名流云集，这是江城商会的年度盛典，实则是各大家族在5考前的最后一次军备竞赛。空气中弥漫着昂贵的香水味和淡淡的火药味。坐在第一排的赵家众人，脸色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赵家主赵万山死死捏着竞拍号牌，手被青筋暴起。昨晚黑虎卫的全军覆没，不仅让他损失了数十名精锐，更让赵家的名望跌到了谷底。家主查清楚了，一名秘书战战兢兢附耳过来，那小子昨晚从武者袋强行提现了1200万，他现在手里有钱，1200万。赵万山咬牙切齿，眼中满是血丝。他一个没背景的孤儿，凭什么带出这么多？难道他的潜力评级真的达到了那个程度？无论如何，今日那枚天元果绝不能落入外人手里。赵万山看向身边面色苍白的赵泽，赵泽已经服下了家族禁药的影子，浑身气息紊乱。唯有配合天元果的药力，才能稳住终极武者的境界，否则5考那天就是他的死期。拍卖厅的大门被侍者缓缓推开，一个身穿黑色卫衣、神色从容的少年步入会场。我没有号牌，甚至连西装都没穿，但当我出现的刹那，原本嘈杂的会场竟诡异的安静了3秒。我径直走向第一排，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随意拉开赵万山身边的空位坐下。赵家主脸色不太好啊，听说昨晚江城南郊不太太平，有群不长眼的狗冲进别人院子，被雷劈死了。您消息灵通，知道是哪家的狗吗？苏雨，赵泽忍不住拍而起，双眼赤红。你少在这儿阴阳怪气，今晚这拍卖会看的是底蕴，不是拳头。哦，看底蕴。我轻笑一声，指尖在扶手上轻轻叩击，每一声叩击都仿佛敲在赵家众人的心脏跳动点上，让他们感到一阵没由来的心悸。拍卖会正式开始，前几件易售材料和初级丹药被各大家族平稳瓜分，我一次都没有举牌，像个百无聊赖的看客闭目养神。直到礼仪小姐端上一个通体由温玉打造的盒子，下一件拍品是本次盛会的压轴制作天元果。拍卖师的声音激昂亢奋，产自 S 级禁区秘境，内含纯净的木系生命能量，能瞬间稳固气血，助准武者突破瓶颈。起拍价500万龙币，1000万。拍卖师话音未落，赵万山便迫不及待举牌，直接将价格翻倍，要用气势压倒所有人。场内寂静了一瞬，不少小家族纷纷摇头叹息，赵家这是在搏命，没人愿意触眉头。1100万。一个慵懒的声音在第一排响起，我连眼皮都没抬，随手举了一下号牌，那是进门时顺手从礼仪小姐托盘里拿的。苏雨，你根本不需要这东西，你走的是横链路子，强行服用只会爆体。赵万山转过头，眼神如毒蛇般阴冷。我拿去喂流浪猫不行吗？我语气平淡，1500万。赵万山胸口剧烈起伏，2000万、3000万。我想都没想再次加码，全场哗然。3000万已经超出天元果本身价值的1倍。更重要的是，我加价的态度太随意了，仿佛那不是几千万，而是几块钱的钢镚。赵泽的身体开始颤抖，体内的禁药正在反噬，若拿不到果子，他明天就会经脉尽碎。爸跟他拼了，不能让他拿走。赵万山深吸一口气，他知道我手里的贷款上限1200万，加上昨晚从杀手那抢来的，我顶天也就1500万左右的流动资金。他在虚张声势，他根本没那么多钱。拍卖行有规定，恶意竞拍要废掉5道修为。赵万山眼中闪过一抹狠戾，3500万。我终于睁开了眼，看着赵万山眼神中透着看傻子的怜悯。4000万。拍卖厅内落针可闻，拍卖师的手都在抖。这已经是江城近10年来的单笔最高成交价。我申请验资。赵万山咆哮道，他一个孤儿绝不可能拿出4000万。拍卖行的高层迅速介入，当工作人员看到我手机银行里那一长串名，以及由大夏国武道协会直接背书的乾隆级授信证明时，所有人都沉默了。经查验，苏雨先生资信真实有效，竞拍继续。这一句话直接将赵万山的脊梁骨打断。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贫民窟出来的少年，身价竟然在几天之内暴涨到了这种程度。赵家主，还跟吗？这果子赵泽他真的很需要吧？我看他气血杂乱，再没这果子压制，恐怕活不到高考那天啊。5000万！这是赵家能动用的所有流动资金储备。我突然收回了号牌，自顾自鼓起了掌。好，赵家主果然豪气，5000万买一颗价值500万的果子，这种底蕴苏某佩服。既然赵家主这么喜欢，那我就不夺人所爱了。全场愣住了，赵万山也愣住了，随即一口老血喷在了衣襟上。你这个畜生！承让了。赵家主别急着生气，记得把尾款结了。要是赖账，拍卖行的供奉可是认钱不认人的。我走出拍卖厅，嘴角挂着得逞的冷笑。今晚我确实没拿到果子，
但我拿到了比果子更重要的东西。就在刚才，我通过系统偷偷开启了财富掠夺模式，利用气场干扰变相引导了全场人的震惊值和愤怒值。这些虚无的情绪在系统逻辑下直接转化为了合法的名气收益。更重要的是，我刚才在会场兜售了一批从赵家黑虎卫身上缴获的特种兵刃，检测到宿主完成一波精准收割，当前账户余额1500万龙币。检测到宿主已具备开启9重境终极奥义的条件，是否消耗1200万开启万年推演？开启。我漫步在酒店外的街道上，深夜的凉风吹不散我体内即将沸腾的力量。第1000年，你尝试控制每一分微观粒子的震动；第5000年，你的心脏进化成高频率泵体，每一次跳动都能产生撕裂合金的震波。第1万年，震寰宇大成，攻击无视外在防御，直接作用于物质基础结构，一拳出万物灰。原本充盈的气血在万年推演的消耗下极度压缩，最终在我的丹田处形成了一颗暗金色的种子。这一刻，我的身高没有变，外貌没有变，但我站在路灯下，脚下的水泥地面因为我无意识散发的微波而开始沙化。终极武者巅峰，无半步高级。我握了握拳，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远比那5000万现金更有真实感。苏雨，武考那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然而赵万山并不知道，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是那头需要隐藏实力的暴龙，我是已经睁开了眼，正准备俯瞰这片江城的远古神灵。高考在我眼中，那不过是为我搭建的走向世界之巅的第一个华丽舞台。6月的江城空气中，除了滚烫的暑气，还弥漫着一股足以让灵魂震颤的肃杀之气。全大夏国最重要的时刻，5科高考在这一天正式开启。街道两旁挂满了一考定终身武道破苍穹的横幅，为了给武考生让路，整座江城在清晨6点便进入了全线交通管制。只有印着武考专用字样的装甲大巴在空旷街道上疾驰，引擎的轰鸣声犹如巨兽的咆哮。江城体育馆这个能容纳10万人的巨型建筑，此时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不仅有考生的家长，全省各地的媒体、武道大学的招生办导师，甚至是隐藏在暗处的财阀星探，都将目光死死锁定了这方擂台。体育馆外最醒目的 LED 大屏幕上，正滚动播放本次江城考区的热门选手名单。排名第1的是刚在拍卖会上豪掷5000万稳固根基的赵泽，气血值据传已达准终极武者。而排在末尾，被无数自媒体恶意标注了醒目红圈的，则是那个气血数值依然停留在0.8的我。快看，那是赵家的车队。随着人群中一声惊呼，10辆黑色悍马呈箭足状开路，正中央一辆加长版劳斯莱斯缓缓停稳。赵泽在保镖簇拥下走下车，他面色红润，天元果的药力让他锋芒毕露，仿佛一柄出鞘的利剑。赵少加油，江城第一！赵少这气血波动，怕是能手撕初级异兽了吧？赵泽享受着众人的欢呼，眼神却在人群中疯狂搜索。他在找那个让他噩梦连连的身影，他要在我出现的第一时间，用最残忍的眼神告诉我，在绝对的资源面前，野路子永远是野路子。一辆破旧的2路公交车摇摇晃晃停在警戒线外，我穿着那身黑色运动服，斜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单肩包，在无数人错愕的目光中慢悠悠刷卡下车。静，原本喧闹的体育馆门口出现了长达数秒的死寂。这就是那个苏雨，那个气血0.8却在模拟考里震碎一切的幸运儿。我看那是仪器真的坏了吧？你看他这弱不禁风的样子，哪有一点武者的气场？现在的学生为了出名真是不择手段。听说赵家已经实名举报他考试作弊了。今天的测试柱可是燕都调来的，我看他怎么装。在赵家刻意安排的水军引导下，谩骂声与嘲笑声如潮水般涌向我，长枪短炮的摄像头几乎要对到我脸上。苏雨同学，对于赵家主公开质疑你模拟考成绩造假一事，你有什么想回应的吗？你是否真的觉得凭你0.8的气血能走出第一轮检测？我停下脚步，看了一眼那几乎快要贴到鼻尖的麦克风，又看了一眼远处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俯视我的赵泽。检测到大规模负面情绪波动，轻蔑、嘲讽情绪密集度达到临界值，自动转化系统开启，转化比率1比100，名望积分正以每秒800的速度飙升。我笑了，那笑容在摄像机的特写下显得极其诡异且从容。赵家主的话，我一向当屁放。至于我能不能走过第1轮，既然大家都在等笑话，那我也希望待会儿你们的表情能比现在的笑声更精彩一些。说完，我无视所有阻拦，径直走向考生通道。狂妄，这小子简直失心疯了！哼，既然他找死，那就按计划行事。通知检测组，把苏雨那一组的仪器灵敏度调到最高，我要让他在全国观众面前丢尽祖宗18代的脸。体育馆内部第1轮气血与力道综合检测，这是武考的硬杠杠，过不去的人连参加实战演练的资格都没有。数百根特制的暗金色测试柱整齐排列，通体由北海沉铁打造，内部集成了最尖端的感应阵法，即便是高级武者的全力一击也能精准捕捉。
第一组检测开始。随着裁判长一声令下，擂台上气劲纵横，不少寒门学子拼尽全力才堪让柱子亮起绿光，而那些豪门子弟则是一个个大显神威。尤其是赵泽，当赵泽走到柱子前时，全场的聚光灯瞬间汇聚。哈！赵泽双目圆睁，天元果带来的狂暴力量瞬间灌注右臂，一记沉闷的重拳狠狠砸在陈铁柱上，柱子顶端屏幕疯狂闪烁，最终定格在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16.8，评价超优，16.8，全江城纪录被打破了，这已经是初级武者中段的水平了。赵家真的出了个麒麟儿。赵泽听着满场掌声，志得意满走下台。所以看到了吗？这就是阶级。你那点投机取巧的手段，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脆弱的像纸。我会看着你被学校开除，看着你那破武馆被拆迁，看着你绝望的跪在我面前求饶。我目不斜视，像是在看一粒尘埃。下一位江城三中苏雨。广播声落下，全场彻底沸腾，连一些正在测试的考官都忍不住转过头，想要看看这个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废柴长什么样。我步履平稳地走上台，面对的是那根被赵万山动过手脚的特供版陈铁柱。开始吧，苏雨同学，别浪费大家的时间，只要你能让这根柱子亮起一点红光，就算你通过。我站在柱子前，那一瞬间感觉到无数道视线，有嘲讽，有怜悯，有不屑，有仇恨，但更多的是高高在上者对卑微蝼蚁的俯视。我轻轻闭上了眼，体内的诸天雷音导引数如沉睡万年的神龙苏醒，10万年的呼吸底蕴化作暗金色洪流，在我坚如金刚的经脉中疯狂咆哮。9重境的终极奥义震寰宇开始在我的每一个细胞中疯狂共振。由于我的肉身强度太高，当我真正调动力量时，周围的空气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扭曲感。他在干什么？在祈祷吗？快看，他出拳了！不对，那是掌。众目睽睽之下，我没有像赵泽那样蓄力嘶吼，我只是平平淡淡的伸出了右手，五指张开，仿佛想轻轻抚摸那根坚硬的北海陈铁柱。远处的赵万山冷笑一声，装神弄鬼，那一掌要是能有一点气血，我当场……他的话还没说完便戛然而止。只见我的手掌在距离测试柱仅剩3厘米的地方突然停住，但这一刻整个江城体育馆的时间仿佛凝固。咚一声无法用言语形容，仿佛来自上古开天辟地时的重击声，从我手掌与空气的交界处忽然炸。那不是肉体撞击金属的声音，那是某种更高层级的能量直接崩碎了物质结构的悲鸣。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注视下，那根由北海陈铁打造的测试柱，竟然在没有被手掌直接碰触的情况下，从底座开始寸寸沙化，整根暗金色的柱子像被一双无形巨手疯狂揉搓，顶部屏幕在瞬息之间从0跳到99，再跳到500，最后由于数值攀升太快，直接卡死在了999.9上，发出了阵阵焦臭的黑烟。还没完，那股恐怖的震寰与暗劲顺着测试柱的底座向下疯狂蔓延，以我为中心，整座耗资数亿打造的五考擂台在这1秒钟如同豆腐般崩塌，无数碎石瓦砾腾空而起，却在接近我3米范围内时，被那股狂暴的气场瞬间震成齑粉。我收回手掌，轻轻掸了掸袖口的灰尘。我转过头看向台下那些早已张大嘴巴如石化了一般的观众，看向那瘫坐在地上天元果药力几乎被吓得当场溃散的赵泽。我嘴角勾起一抹和善的弧度，语气温和地问：老师，这测试柱又坏了，算我及格了吗？检测到全场陷入绝望及震撼，名望积分暴涨50万点，折合虚拟金币1200万龙币。我微微闭眼，听着脑海中美妙的金币到账声，这才叫真正的五考，这才叫真正的收割。全江城在此刻彻底失声，体育馆内的空气仿佛被彻底抽干，数万人同时屏住呼吸的景象诡异而壮观。烟尘弥漫的擂台废墟上，我静静地站立着，脚下的地面呈现出一种极其不自然的平滑感，那是被高频率震波瞬间抹平的痕迹。而那根被寄予厚望的陈铁测试柱，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化为齑粉，风一吹便消散在空中。咕咚，主考官狠狠咽了一口唾沫，由于过度惊吓，他的嗓音变得极其沙哑。这不可能，陈铁是超导材料，哪怕是破损也应该有数值记录，除非他在一瞬间爆发出的能量超出了感应阵法的采样频率上限。后台大厅内，一名身穿大夏武道协会制服，胸前挂着金色徽章的老者站了起来，他叫严嵩，是本次全省五考的监督组组长，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宗师级强者。此时的严嵩那双浑浊的眸子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死死盯着转播屏幕上的我。江城出了个怪物，刚才那一击不是单纯的力量，那是对劲力微观层面的完美掌控。立刻启动乾隆1号测试台，我要看它的真实数值。可是组长，乾隆1号是为京都那几个怪物准备的，在咱们这种小地方开启，消耗的灵石开。如果他真的是那种级别的苗子，咱们江城武道协会就立了天功。片刻后，在全场观众惊疑不定的注视下，体育馆中央的地面缓缓裂开，
一座由通体晶莹的紫水矿打造，四周环绕着12根雷击木支柱的巨型测试台缓缓升起。乾隆级测试台，看台上一些见多识广的大家族成员惊叫出声。这种台子全大夏国只有省会城市和京都才配拥有。据说它不仅测试气血，还能测出武者的骨灵和神意。赵泽面色铁青，天元果的药力在他体内疯狂冲撞，却无法抚平他心中的恐惧。他看着我的嘴唇多动，不一定是意外，这小子肯定是带了什么古遗迹的破灭卷轴，他不可能是靠自己的力量。苏雨同学，主考官接收到了后台指令，语气已经带上了几分谦卑甚至讨好。请移步乾隆台，由于刚才的事故，我们需要通过更高精度检测确认成绩。请放心，这一次没人能动任何手脚。我挑了挑眉，看着那座散发着淡淡紫气的测试台，我能感觉到台子四周的雷击木中蕴含着某种探测阵法，一旦靠近身体，所有的秘密都会被扫射。但我并不担心，10万年的苦修早已让我的肉身进化到了另一个维度。我每一个细胞的排列顺序，每一寸骨骼的密度，都是系统模拟出的绝对完美态。这种美感是任何凡人武者无法理解的艺术。我迈步走上乾隆台，当我的双脚踏上紫水矿表面的瞬间，12根雷击木齐声轰鸣，刺眼的青色雷光在空中交织成一张巨大的光网。检测开始，屏幕上数值不再是跳动，而是疯狂的闪烁。检测目标苏雨，骨龄18岁，身份确认大夏国江城3中高3学生。随着身份确认通过，最重要的2项指标气血与神意开始了最终的攀升，代表气血的红色槽位瞬间拉满。由于冲击力太强，整座乾隆台发出了嗡嗡的震动，气血数值50.0、100.0、200.0。200点开什么玩笑？中级武者的极限不是100吗？高级武者入门才150啊！这还没停，你们快看，数字还在涨，屏幕上的数值仿佛失控了一般，在突破500大关后，颜色由红转紫，由紫转金，最终一个硕大无比的金字占据了全场所有的屏幕。数值1200.0，评价镇国级潜力，1200点气血，这是一个足以让全江城所有武道家当场心脏骤停的数字。在普通人的认知里，这已经是踏入大武师门槛的标志。一个18岁的高中生拥有大武师级的气血，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一个人的血气就能镇压方圆10里的低阶异兽潮。然而还没等众人从气血的震撼中清醒，乾隆台上的12根雷击木突然发出了更加狂暴的尖啸，那是第2项测试神意，意志与功法圆满。嗡！我身后的空气中竟然隐约浮现出一尊顶天立地的暗金色虚影，那虚影仅仅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却带着一股横跨万古、镇压诸天的恐怖压迫感。检测到宿主功法底蕴，铁布衫500年圆满，基础导引术10万年超越圆满，9重境1万年禁忌级掌握。乾隆台的感应阵法在接触到这些恐怖的底蕴时，竟然产生了某种类似于敬畏的反馈。原本用来检测学生意志的雷光，在靠近我周身1米时，竟然温顺地低下了头，化作朵朵雷莲围绕着我缓缓旋转。最终评价栏缓缓打出了4个字：神意不朽。全场死寂。坐在 VIP 包厢里的赵万山，此时已经整个人瘫软在沙发上，手中的遥控器滑落在地。他知道完了，赵家彻底完了。即便赵家在江城再怎么只手遮天，在一名拥有镇国级潜力和不朽神意的妖孽面前，连蝼蚁都算不上。只要这个成绩上报给京都，会有无数封王级的强者争抢着要收我为徒，甚至连大夏皇室都会伸出橄榄枝。这种人，哪怕赵家动用所有的杀手，也不可能伤其分毫。此时看台上的观众们，在经历了长达5分钟的失声后，爆发出了如山崩地裂般的欢呼声。苏雨，苏雨，苏雨！人类天生敬畏强者，那些原本嘲笑我、轻视寒门的看客，此时一个个面红耳赤，喊得比谁都大声，仿佛只要喊出这个名字，他们就能沾上一丝那无敌的气运。而那些媒体记者更是疯狂地按动快门，他们知道今晚的新闻标题已经想好，0.8到1200的奇迹江城贫民窟走出的神力，10万年一遇的天才苏雨今日封神。我站在乾隆台上，听着耳边排山倒海的欢呼声，我的内心却古井无波。对我而言，这1200点的数值，不过是我这段时间疯狂搞钱、疯狂氪金后的必然结果。检测到宿主完成全城级的极限收割，全城敬畏值转化中，获得系统暴力分成8000万龙币。由于宿主影响力突破地域限制，全球影响力模块已提前激活。8000万加上之前的余额，我手中的资金已经正式破亿。我缓缓走下乾隆台，赵泽正好站在下台的必经之路上。此时的赵泽再也没有了先前的狂傲，他浑身颤抖，脸色惨白的没有一丝血色，甚至因为极度的恐惧，裆部已经出现了一片可疑的湿痕。我停下脚步，在他耳边轻声说：“赵公子，感谢你父亲在拍卖会上的抬价，没有那笔多出的名望积分，我今天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数值。为了报答你们。”我拍了拍赵泽的肩膀，一股隐秘的、足以在3天后彻底废掉其丹田的镇环与暗劲，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入了对方体内。接下来的实战演练，我希望赵家能多派点人进来保护你，否则我怕你连第1轮异兽围攻都撑不住。说完，我在全场近10万人的行注目礼中潇洒离去。远处监督组组长严嵩顾不得礼，直接从看台上飞身而下，落在我面前。同学，老朽严嵩，大夏武协江城分会会长。刚才你的检测报告，我已经锁定了最高机密权限，你先别走，咱们能不能换个地方？
单独谈谈关于你保送京都大学的事情。我看着眼前这个老者，又看了看远处那些如狼似虎盯着自己的招生办导师。我知道江城这池浅水已经关不住我这头真龙，保送的事先放一放。我看向远方，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次实战演练的冠军奖励，据说有一门地阶功法和1000万奖金。严嵩愣住了，以我表现出的天赋，地阶功法简直是垃圾。但他很快反应过来，这位妖孽似乎对钱有着某种超乎寻常的执着。有，当然有，不仅有奖金，如果你能打破省纪录，武协会额外追加5000万的培育基金。严嵩拍着胸脯保证。我的眼睛亮了。好，那实战演练我参加。夕阳余晖下，我的背影显得异常高大。江城的传奇才刚刚落幕，而属于大夏国第一妖孽的疯狂收割之路，在这一刻才真正步入全盛期。江城北部的虚空微微荡漾，一道由青铜浇筑而成的巨大门户耸立在荒野之上，这便是江城考区唯一的实战秘境迷雾荒原。此时上千名通过第一轮气血检测的考生肃穆而立，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唯独我依旧那副懒散的样子。甚至在入场前的检查环节，我还在低头计算着刚到账的那笔名望奖金能换多少年的雷闪推演。苏雨，别以为气血高就稳了。赵泽的声音从后方传来，他虽然面色依旧苍白，但眼神中透着一股歇斯底里的疯狂。实战看的是杀伐果断，秘境里死几个人是常有的事儿。我父亲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希望你能活着出来见我。我转过头看着赵泽那因为恐惧而扭曲的脸，微微一笑。赵公子，看来上次我那一拍力道还是轻了点，你还有力气在这儿飞。赵泽下意识捂住丹田，那里隐约传来的刺痛让他心惊肉跳。所有人入场。随着裁判长一声令下，上千名考生化作道道流光冲入了青铜门户，检测到宿主进入特殊环境迷雾荒原，周围存在大量高价值异兽猎杀可转化为财富值。检测到东南方向500米处有高强度杀气锁定宿主，来源赵家雇佣兵。我步入秘境的瞬间，视线便被浓重的灰雾遮蔽，这里的天地灵气异常狂暴，普通人在此连呼吸都会感到胸口剧痛，但对于拥有10万年呼吸底蕴的我来说，这里的空气简直清新的像是在氧吧。我根本没有理会所谓的积分规则，直接大步流星地朝着迷雾深处走去，目标出现距离300米。气血感应极强，按计划形式先释放引兽散。茂密的丛林阴影中，几名穿着迷彩作战服的男子正通过对讲机低声交流。他们并不是考生，而是赵万山花费重金利用赵家在城防军的关系提前安插进来的亡命徒。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在全省直播的死角彻底终结我这个威胁到赵家地位的妖孽。后，突然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撕裂了迷雾，分散在秘境各处的考生们惊恐地发现，原本应该分布在核心区的2阶、3阶异兽，此刻竟然像发了疯一般，集体朝着外围某个坐标发动了冲击。是兽潮快逃啊！怎么可能？这种规模的异兽暴动怎么会发生在考生区？胡闹！谁调整了异兽的磁场？这是在草菅人命！画面中，上百头浑身覆盖着黑色鳞甲的铁甲蜥正排山倒海般冲向我所在的位置，每一头铁甲蜥的力量都足以撞塌一栋小楼，更何况是成百上千头的集体冲锋。而在这一片混乱中，我却停下了脚步。我看着前方那如黑色洪流般席卷而来的兽潮，嘴角不但没有恐惧，反而露出了一丝贪婪。一头2阶异兽价值3万龙币，3阶的10万。我揉了揉手腕，体内的9重竟发出了雷鸣般的震颤。感谢赵家主，这哪里是围杀，这简直是送货上门。雷闪9瞬，我的身影瞬间从原地消失。下一秒，直播画面前的所有观众都看到了令他们终生难忘的一幕。在这铺天盖地的兽潮之中，一道黑色的残影如同一柄烧红的利刃，狠狠地刺入了黄油般的怪物群。咚！我的第一拳直接轰在了一头冲在最前面的铁甲蜥头颅上，没有任何凝滞。那头号称防御无敌的2阶巅峰异兽，整颗硕大的脑袋在那一瞬间消失了，不是碎了，而是被我拳头中蕴含的震环与暗劲直接震成了肉糜微粒。紧接着，我的身形化作了无数道残影，我在兽潮中漫步，每一次挥手，每一次踏步，都会带走数头异兽的性命。空气中传来了连绵不断的咚咚声，那是血肉炸裂的旋律。那些跟在我身后，原本想看我笑话的赵家死士们，此刻全都石化在了树影里。老大，我们是不是搞错了？这哪是考生，这他妈是死神在割草啊！撤，快撤！既然来了，就别急着走。这引兽散的味道不错，剩下的你们自己留着，慢慢享用吧。我劈手夺过那整袋引兽水，顺手一抹，直接洒在了这几名杀手身上。救命！惨叫声瞬间被后方涌来的异兽淹没，我看都没看一眼，身形一晃，再次杀入了兽潮的核心。1个小时，整整1个小时的时间，迷雾荒原外围的异兽几乎被肃清一空。当我拖着一头足有5米长的4阶雷纹虎尸体缓缓走出迷雾时，全场死寂。我的身上没有沾染半点血迹，甚至连头发都没乱，唯有那双眼眸中的金芒明亮的让人无法直视。检测到宿主完成秘境清剿，
斩杀异兽折合积分99999加，已达系统上限，收割财富值3500万龙币。我走到监控器前，我知道严嵩和全省的观众都在看着我。我随手将那张印着赵氏私兵标志的作战服碎片扔在镜头前，淡淡说道：“赵家主，下次多准备点影兽散，这点异兽还不够我热身的。”监控室内的赵万山扑的喷出一口鲜血，直接昏死过去，而严嵩则是激动的老泪纵横。这哪是无考，这是单方面的屠杀啊！传我命令，即刻封锁消息，除了那几所顶级大学，绝不许任何势力提前接触苏雨。我没有理会外界的喧嚣，随手将雷文虎的内核取出，像丢垃圾一样扔给了不远处一名已经吓傻了的平民考生。拿着吧，算我送你的学费。由于宿主展现出的绝对统治力，引发全省级的灵魂战力，震惊值转化为名望积分120万点，宿主已具备开启肉身成圣第一阶段的资格，需消耗资金1亿龙币，是否充值？终于凑够了。我坐在雷文虎的脊梁上，看着满地残骸，长舒了一口气。从今天起，江城再无赵家，而我苏雨的名字将如同烈阳一般正式升起在大夏国的版图之上。江城武道体育场的正中央，一座由特种超合金打造的擂台散发着冰冷的寒光。这不再是地区性的考核，而是全省瞩目的最终决选。看台上除了江城本地的权贵，更有来自省城，甚至是京都的高级武官和顶尖武大的招生办主任亲临。网络直播间里数千万观众正疯狂刷屏，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答案：那个气血0.8起步的怪物到底能不能一黑到底？下一场对决，苏雨对阵叶黄。当这个名字被广播读出的瞬间，全场响起了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叶黄，省城叶家的天之骄子，也是本次武考公认的内定状元。如果说赵则是江城的土霸王，那么叶黄就是真正的武道贵族。据说他刚满18岁，就已经在叶家海量资源的堆砌下，将家传的地阶功法大日焚天境练到了第3重，气血值更是稳稳破了400点。苏雨，你的神话到此为止了。擂台上，一名身穿赤红武服、眉宇间透着极致傲气的少年负手而立，叶黄周身散发着淡淡的热浪，那是气血过于旺盛导致空气扭曲的表现。你能在江城这种小地方搅弄风云，说明你有点天赋。但武道一途拼的是底蕴，是传承。我叶家3代封王，我吃的丹药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你拿什么跟我斗？底蕴？你说的是那些被你强行吞下去还没消化的残渣吗？在我眼里，你浑身的气劲杂而不纯，透着一股暴发户的虚浮。找死！叶黄勃然大怒，脚掌猛地蹬地，整座合金擂台发出了一声不堪重负的呻吟。大日焚天，烈焰贯耳，叶黄的双掌瞬间变得赤红如2块烧红的烙铁，带起恐怖的热浪和刺耳的音爆，直取我的双耳。这一招他曾在野外实战中瞬间烧穿过一头3阶爆猿的头颅。然而我动了，不在观众的视角里，我根本没动，我只是微微侧了侧头，雷闪瞬切，快到了极致。叶黄那必杀的双掌擦着我的鬓角飞过，由于速度太快，甚至带起了一丝焦糊味。就在错身的刹那，我的肩膀轻飘飘的向上一抬，精准的撞在了叶黄的腋下。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在寂静的竞技场上空格外刺耳。叶黄闷哼一声，整个人踉跄后退数步，原本赤红的气劲竟然出现了一丝紊乱。怎么可能？他看穿了我的行宫路线。叶黄心中翻起惊涛骇浪，他的大日焚天境唯一的死穴就在腋下气海穴，但这本该是绝密，为何这寒门小子能一眼看破？你就这点水平？我拍了拍肩膀上的灰尘，眼神逐渐冷了下来。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底蕴，那你还是滚下去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看台上不少各大家族的长老纷纷辩解。这苏雨，难道他已经领悟了神意？不只是神意，他刚才那一撞力量凝练到了极致，完全没有一丝外泄，这是对自身肌肉掌控达到完美级的表现。擂台上被羞辱的叶黄彻底陷入了疯狂。苏雨，这是你逼我的。他猛地从怀中掏出一枚金色的丹丸吞下，刹那间他全身的皮肤开始皲裂，滚烫的鲜血流出，却瞬间被体温蒸发成血雾。他的气血值疯狂跳动，450、500、550。大日焚天尽数血迹扬言，整个体育场的温度骤然上升了10几度。原本坚硬的合金擂台在叶黄的脚下开始了微微融化。叶黄化作一颗赤色的流星，双拳带起足以焚毁一切的意志，对我发起了同归于尽般的冲锋。检测到高强度能量冲击，宿主身怀10万年呼吸底蕴，对方的火系攻击本质上是极佳的炼体燃料。检测到余额充足，是否开启9重境，终极便是收割名望。终于来个够看的了！我的双目在那一刻彻底化为暗金色，我没有后退，反而迎着那团焚天烈焰跨出了一步。9重境阵，寰宇。这一次我不再隐藏，随着我右拳的缓缓挥出，整个空间的重力仿佛在这一瞬间失衡。在所有人震撼的注视下，我拳头前方的空气竟然压缩成了一个微小的黑色圆点。轰！两拳相撞，没有预想中的僵持，在接触的一瞬间，叶黄那看似无坚不摧的赤红扬言气劲，竟然像是遇到了烈日的残雪，瞬间消融崩坏。我拳头中蕴含的那股积攒了万年的暗劲，化作9重浪潮，一重比一重狂暴，直接顺着叶黄的拳头贯穿而入。叶黄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
他全身那华丽的赤红五符在那1秒钟炸成了粉碎，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带起一条长长的血幕，直接飞出了擂台，撞碎了数层加厚版的高能防御护罩，最终深深地陷入了远处的观众席石墙之中。全场死寂，就连正在解说的主持人也张大了嘴巴，麦克风滑落都没察觉，一拳，仅仅一拳就把省城叶家的天骄，拥有金曜加持的叶皇像打垃圾一样打飞了。这就是你说的底蕴。我静静地站在已经半融化的擂台上，周身没有一丝烟火气，眼神却睥睨全场。所谓的天才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和那碎裂的合金没什么两样。检测到宿主完成震撼级打脸，当前转化名望积分150万点，全程震撼值报表转化虚拟资产4000万龙币。我微微闭眼，听着脑海中不断响起的金币到账声。苏雨胜，裁判的声音终于响起，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颤抖。这一战之后，江城三中的名字将永远刻在大夏国武考的史册上，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被人嘲笑的0.8废材，我是一座横亘在所有天才面前不可逾越的天山。看台上的叶家人面色惨白地冲向那面坍塌的墙壁，他们知道叶皇虽然没死，但全身经脉在刚才那一拳下已经彻底碎裂，这就是得罪我的代价。苏雨同学，请留步。就在我准备走下擂台时，我是大夏镇北军团负责人陆长风，你的表现已经超越了武考的范畴，我代表军部正式邀请你直接跳过大学阶段，进入乾隆秘境深造，在那里你将获得真正的战场洗礼，以及无上限的资源支持。全场哗然，直接进入乾隆秘境，那可是大夏国真正的战神摇篮，非立下赫赫战功者不可入。我停下脚步，转过头，嘴角露出一抹玩味的弧度。无上限的资源支持，那我想问一下，那里的异兽够我杀吗？陆长风先是一愣，随即发出了豪迈的大笑，够多到让你杀到手软。好成交！我的身影在落日的余晖下显得异常高傲。大夏国首都京都龙武体育场，这里是整个大夏武道的圣地。脚下踩的是能够硬抗宗师余波的固态灵晶，四周坐的是掌握大夏命运的顶层大佬。今日这里只为决出一件事，谁才是这一届大夏国当之无愧的年轻领袖，全国武考总状元。苏雨，你看那边。严嵩此时坐在嘉宾席，神色有些紧张地指了指对面，那是京都本地的种子选手，被称为重统者的风无忌。他天生异象，传闻体内流淌着上古战神的血脉，3岁那气10岁横扫同辈。他的气血值在测试时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800点，这还是在没有动用血脉力量的前提下。我顺着指引看去，只见一名白衣少年正盘坐在虚空之中，周身浮现出极其淡薄的虚空裂缝。他没有睁眼，但那种睥睨天下、视万物为刍狗的气息，已经让周围几名省会级状元感到呼吸困难。重统者，我嘴角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看起来确实比之前那些丹药罐子要耐打一些。请对阵双方入场。随着大夏国教育部长的亲自宣布，我与风无忌同时降落在擂台中心。风无忌终于睁开了眼，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一个瞳孔中竟然重叠着2道金色的圆环，目光转动间隐约有雷霆炸裂之声。你就是那个江城的苏雨？风无忌开口，声音如同金铁交击，能在贫民窟里养出一股子野蛮劲头，甚至逼得陆长风将军亲自邀请你，确实不错。但可惜你遇到了我，蝼蚁爬得再高，也终究触不到云端的王座。话真多，我活动了一下手腕，体内的暗金骨骼发出清脆爆鸣。你们这些京都天才是不是都觉得嗓门大就能赢？放肆！风无忌冷哼一声，脚下的灵晶地面瞬间被冻结，随后又在大日般的气血中气化，战神血脉领域全开。风无忌的身后浮现出一尊3头6臂的战神虚影，那虚影高达100丈，几乎要撑破竞技场的防御天幕。他随手一挥，虚空崩碎，一道长达数十米的赤色刃芒横贯长空，直取我。这是超越了武技范畴的神通。看台上不少招生办主任已经失声叫住。神通，18岁觉醒神通，这风无忌已经内定一个胜者席位了。我眼神微眯，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丝丝压力。系统充值剩余的所有名望值和现金，目标推演雷神将士最终章，检测到宿主当前账户资金3亿6千万。1万年推演开启你立于雷海之巅，以肉身为引接引诸天神雷入体。3万年推演你的每一根毛发都化作了雷霆的载体，你的呼吸即是天威。5万年推演肉身成圣，雷灵圣体达成。轰隆隆，原本晴空万里的京都上空突然黑云压城，那不是自然的雷云，而是因为我体内的能量达到了现实世界的承载极限引发的天地异象。给我碎！我一步踏出右拳之上，没有拳芒，而是缠绕着一丝至高无上的暗紫色雷光。肉身成圣，诸天寂灭。这一拳挥出，整个龙武体育场的防御阵法瞬间超负荷崩溃。那道看似无坚不摧的战神刃芒，在接触到我拳头的瞬间，就像是脆弱的冰晶遇到了陨石，崩碎成漫天光点。我的身影化作了一道划破黑暗的紫光，瞬间出现在风无忌面前。什么？风无忌那双重瞳剧烈收缩，他从未见过如此纯粹、如此狂暴的力量。
那是一种不讲道理的、强行粉碎一切规则的绝对暴力。他疯狂催动重瞳之力，试图逆转时空波动，但我的拳头太快了，那是超越了肉眼、超越了神识感应的极速。咚！拳头重重的轰击在战神虚影的胸口。在数万名大夏顶层大佬惊骇的注视下，那尊被视为不败象征的百丈战神虚影，竟然从中心位置开始出现了一道道如蛛网般的裂痕，咔咔嚓，轰然炸裂。风无忌大口喷出鲜血，那双骄傲的重瞳因为承载不住反噬的力量而流下了2行血泪。他整个人如遭雷击，像一颗炮弹般砸进了擂台深处，直接贯穿了数百米深的地下灵脉。一拳战神陨落，全场死寂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肉身成圣，这小子竟然在战斗中完成了大突破！那雷光是传说中的混沌劫雷，这怎么可能？我静静地立在虚空，周身的暗紫色雷光逐渐收敛，皮肤之下流转着玉石般的质感，这是超脱之骨与雷灵圣体完美融合后的姿态。我缓缓降落在地，走到那深坑边缘，看着奄奄一息的风无忌，语气平静。重瞳者的瞳孔确实挺漂亮的，但记住，力量不是用来看的，是用杀人的。检测到宿主夺得全国5考总状元，完成史诗级神话降临成就，全球震撼值正在疯狂收割中。当前名望积分500万加，虚拟资产转化10亿龙币。苏语！看台上压抑了许久的观众爆发出了足以掀翻苍穹的欢呼声，无论是豪门还是寒门，在目睹了这种跨越维度的一战后，心中唯有敬畏。我转过身看向主席台上的大夏教育部部长和陆长风将军。陆长风此时激动得浑身颤抖，他大步走下台，当着全球媒体的面，将一枚象征着大夏武道最高荣誉的乾隆勋章亲自戴在了我的胸前。苏雨，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夏年轻一代的唯一解。陆长风的声音有些哽咽。那座 S 级禁区现在是你的了。我摸了摸胸前的勋章，又看了一眼系统面板上那多到数不清的零。我的目光穿透了体育馆的天幕，看向了那无尽的虚空之外，那里是更多禁区、更多异族、更多神魔所在的地方。状元只是开始。我轻笑一声，在无数人的欢呼声中，我的身影逐渐模糊，最终化作一道雷光冲天而起。我没有去领奖台，我直接奔向了那座属于我的 S 级禁区。我要去那里开启下一阶段的万年收割，那里有无数的高阶异兽，有数不尽的资源，有能够让我继续充值、继续变强，直到拳碎虚空的一切。